今天我们来到千叶县的佐原，这里被誉为小江户，整个城镇都充满着古色古香的味道。通桥是为了农业用水从东岸送到西岸而设计的，每半个小时会落水流入小野川，是这边的特色景点。乘船游览小野川，让自己被垂柳和日式建筑包围，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们现在在佐原，佐原除了有古色古香的街道跟城镇可以搭船去游小野川之外，这边还有伊能忠敬纪念馆。各位米粉们知道伊能忠敬是谁吗？他是日本第一个绘制精准地图的人。那他是一个酷家伙，他本来是个企业家，然后赚大钱。那49岁之后退休，决定追求他的兴趣，他就去学天文历法。然后学了之后，他就想知道地球的大小，他就想要去走1度的弧，然后乘以360倍，他就可以推算地球的大小。但他想要提这样的 proposal 一定会被那个政府拒绝，因为他会说你没有 business impact。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是说，我想要绘制精准的日本地图，那这样就对政策的规划很有贡献。那他就白天绘制地图，晚上观察星象，去推算自己走了几度的弧。最后他2个 project 都做得蛮好的。然后我觉得他这种推销自己 project 的方式很值得大家学习，而且我觉得退休后追求自己兴趣也可以有一番成果，也是蛮让人羡慕的人生。所以大家如果来佐原，也可以来看看伊能忠敬纪念馆跟他的老家。纪念馆里面有伊能忠敬的生平跟绘制的地图，不过里面不能拍照，大家以后有机会再自己来参观咯。接着来到佐原街道交流馆，这是旧三菱银行改建的，里面有佐原街道的模型，像是刚才吃荞麦面，店内不能拍摄，就可以透过模型让各位一览里面的样貌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 JAXA， 大家知道 JAXA 是什么吗？ JAXA 就是日本人 NASA。那我对 JAXA 这个地方的认识，其实都来自《宇宙兄弟》这部动漫。这是一部关于太空人的动漫，看完除了对太空人这个工作会有一些了解跟认识之外，也会对宇宙产生向往。因此，我们就来参观 JAXA 吧。一开始走进第1栋楼，有些小失望。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大学系馆，走廊是一些科普或太空任务的海报。虽然教室内有宇宙兄弟的看板，贩卖机有些太空周边，但没有很让人惊艳。不过接着到了隔壁的 Space Dome 就好多了，里面的展示很壮观。国际太空站上有各国的实验舱，这是日本的实验舱希望号。里面有各式各样在太空进行的科学实验。这是绕着月球的卫星，就是靠着它，我们才得以绘制月球上的地形图。现在在 JAXA 的员工餐厅，我这是在 JAXA 应征到一个厉害的职务，那叫做食堂利用者。Set B。OK， 我以后要把它写在我的履历上，曾担任 JAXA 的食堂利用者。那我这来 JAXA 其实最想看的是太空笔。我对太空笔的认识来自3个傻瓜。3个傻瓜他们在开学的时候，院长就拿着那支笔跟他们说，
在太空中，因为没有重力的关系，原子笔的墨水流不出来，没办法书写，因此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研发出可以在太空中书写的原子笔。所以院长觉得这是一个杰出的象征，他要送给他认为最优秀的学生。结果就被男主角吐槽说：“那为什么不用铅笔写，就不需要重力了？”电影在最后面有解答说，因为铅笔的粉末或碎屑如果在太空舱飘来飘去很危险，所以这支笔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。结果我这来到 JAXA， 发现纪念品店的太空笔都卖完了。看来大家都想要把杰出的象征随身携带在身上。纪念品店里面有太空食物。宇宙兄弟的周边，这个纯白地图是某年太空人甄选的题目，还有卖太空衣，有点后悔没买太空衣，只能在 Space Dome 里面过干瘾。这次旅行中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200年前，大家还在探索地球的样貌，200年后，我们已经在探索月球的样貌跟宇宙的样貌了。所以我这次频道要抽奖，我们要抽福利莲的扭蛋，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求知欲以及对宝箱的好奇。那在影片底下留言影片你最喜欢的片段，然后我就有机会抽到福利莲的扭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